好，大家好，那我们来学群啊，这个群是代数系统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被规范出来的一个代数系统这样哦。好，我们来开始认真看一下怎么去定义它哈。不要小看它哈，因为这个很多的东西后来都会由它而衍生出来的。那我这边呢很简单的整理一个图形来给各位看，就是说一开始它只是一个 operator 而已，一个 operation 而已，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algebraic system， 它是个代数系统。那这个代数系统一般的话，要讲这个 group 的话，会延伸出什么呢？延伸出所谓叫做 semi 叫 semi group， 中文再换成半群，叫 semi group 半群这样。那还有一个叫 monoid， 这些名词都会在很多的课本跟论文里面出现。monoid 中文翻成独单，半群独单。那有一个叫做那这个就我们今天要玩的叫 group。那这个到底怎么去规范它们呢？那前面讲过说有所谓的封闭性啊，有没有？有所谓的这个结合性啊，结合性有没有看出来？那有所谓的单位元素，那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反元素？我们现在只要这4个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 operator 而已。那原则上半群它只满足2个条件，满足什么？满足这个封闭性跟结合性。那独单的话就会满足封闭性，满足这个结合性，又满足具有单位元素。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乘法，整数乘法具有单位元素，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反元素。那群是最严谨最重要的，它满足封闭性，满足什么样呢？结合性，满足单位元素，怎么样呢？满足反元素。哇，太厉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没有把牌子摊开，它满足这2个条件，有没有？把牌子摊开，它满足怎样？3个条件，满足3个条件，再把这个牌子给把它摊开，它满足怎样呢？好，我要操作慢一点好，它满足怎样？满足这个这一个4个条件。哇，太厉害了，满足太多条件了没有？所以这个都是你要去弄清楚的，没办法。这个代数系统就是整个延伸出来后面的那些你要玩的量子那些里里口口米都要知道的。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常常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题目来考你。比如说随便定一个 star，这个我们是定在这个自然数上面的运算好了把它定成什么？定成 A 跟 B， 就是 GCD， 有没有？ GCD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最大公因数，有没有？然后再定一个乘法，这是一个符号而已因为这个数学都是抽象的符号，这个符号把它定义成怎么样？ AB 就是什么呢？ A 的 B 次方这个符号是我们定的就是以后你们在写 Python 写各种不同程式，你会定很多function，会给它 function name。那好呢，这个题目呢就叫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 determine 决定 star 跟怎么样？跟这一个圈圈那 belonging 有没有？这一个 to which 这一个 specific 特定的代数系统algebraic 特定的代数系统，有没有看出来？这那么简单，但是要把它写成英文的话要花点力量好，这就是我们的题目。好，那我们来赶快看看怎么解它这样。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看我们的 star， 我们的 star 被定义成是 A 跟 B 怎么样呢？最大的公因数，有没有看出来？那第一件事情绝对没问题，封闭性绝对没问题就是说你在求2个自然数的怎么样？在求2个自然数的就是说对2个自然数有没有？
嘿，那你求它的那一个最大的公因数最小是1而已嘛，没有问题，它属于自然数，绝对没问题。那第二个结合性，我们看到结合性，那结合性的话就是说，那这个要证明其实也不难那考试的时候你就是不厌其烦把它再写一遍 ，A B C 属于这个自然数，那 A star B star C 有没有看出来？你乖乖的学法，你就考试的时候你就要乖乖写，就G C D 有没有？然后呢G C D A B C 哇，怎么会对应这个？你静下心来想，前面那个写法是中序法，这个写法是什么？是前序。那这个式子其实我们在以前读书的时候从中学读书就可以知道说，3个整数或者是自然数的那个公因数有没有？最大公因数的话可以写成这样子直接写。那这个式子其实也可以把它写成怎样？所以这个是在考验你到底有没有能够一个完整的数学表达，没问题。所以呢，这个没问题，我们看出来 ，OK 的。那单位元素有没有？单位元素，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存不存在单位元素。对于所有的 A 属于自然数，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自然数，使得所有的自然数跟它做运算，就等于 A 自己本身。那答案是 no， 为什么？这个基本常识 A 跟 E 做运算等于 GCD， A 跟 E 做运算，那会推出来只有 E 等于0的时候，0是任何数的公因数，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说 A 跟 E 要等于怎么样？这是对于所有的 A 对所有的 A 那对所有的 A 做运算要等于怎么样？要等于 A 的话，你可以推出来这一个式子是不 OK 的，就是说这个单位元素是会变成是0。那 A 跟这个0的话，这个取它的最大公因数会得到什么 A 自己本身，可是这个是它不属于这个自然数，因为0不在自然数里面，所以呢它最后只停在哪里？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半群而已，semi group， 它是一个 semi group。那这边我如果讲不清楚，你们再自己思考一下我就不再花多的时间去论述它，我现在只要来介绍这整个结构给你们听清楚，这样再来看这一个 AB 有没有？A 的 B 次方。那第一件事情先解决封闭性，我们看出来来解决封闭性。对于所有的 AB 属于自然数 ，A 的 B 次方当然也在自然数里头。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结合性，这个考验我们在高中数学没有读好所以你发现呢，举个例子来讲，2的你看这个式子什么意思？是2的3次方的2次方等于8的2次方等于64。那2的话3的2，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等于是什么呢？2的3的平方。开始慢慢去适应这些符号，这个就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在写程式的时候，你那个 call 没有 call 对的话，整个会当掉所以这些都严谨性的训练有必要的。512惨了，所以2跟3先做那后面的话3跟2先做竟然不等，所以对不起，它连那个单位元素都它连结合性都没有所以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呢它是什么呢？ Only and 怎么样 algebraic system， 它仅仅是一个代数系统而已，它连什么连半群独单都不是什么都不，因为它也不具有结合性，
所以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嘿，那然后呢，来看这个式子，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而且未来你也会看到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代数系统出现的哈。Z4 加4，这个就跟以后我们会在后面会专门讲，它就加 Galois， 什么叫做 Galois 群哈？那等于我后面再说了，先让你们开始了解它一下。诶，这个在几乎很多的那个有限数学、有限空间里面会出现这个 Z4 就是0、1、2、3，那 Z5 的话就0、1、2、3、4，这什么意思？这个的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简写，好就是 abbreviate 的一个 notation， 嘿，就 abbreviate 的那个我们的简写的 abbreviate 的那个 notation 这样，嘿，那事实上它的写法是什么？嘿，这个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符号，没关系，后面真正量子的那个计算的时候，还有更多奇怪的符号会出现。那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意思是，就是被式整除的所有整数所得的集合。那这个呢？这个就什么？就是被式整除一的怎么样？所有整数所得的集合，有没有？那再来呢？这个被式整除2的所有的整数所成的集合。哇！那这个是什么？被式整除3的所有怎么样？的那一个这个所有元素所集，那干脆他就用一个这个中括号来写。可是中括号写，他们这个数学家觉得很讨厌，所以他干脆把符号拿掉，那就变成是一个 finite group， 一个有限群或怎么样。嘿，那这个时候你就自己要知道，那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这样，那好，那我就来分析一下它的运算是怎么算的。那其实它是那详细的证明我就没有再花很多时间，我再做一个运算给你看。比如说来看它加运算0、1、2、3。那这个0、1、2、3，注意这个在加运算里面的话，它怎么样？它是我们的 identity。那其他封闭性跟那一个结合性我就不去管它的。那0跟0的话，一数是0， 0跟一数是1， 0跟0一数是2，一数是3，那这个都没问题，有没有？那一数跟0，一数跟1的话，这边一数是2，一数是3，一数是3，一数1跟一数3的话，加起来就一数是0。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是3、0、1、0、1、2，哇哦，这个非常的清楚，有没有？非常的清楚，这样。那我们再来分析它的那个反元素是什么？我现在只针对加法我现在只针对加法来处理那乘法后面再说了。那因为要到 field 里面去。我们来看 inverse， 看反元素0、1、2、3。那0加0等于0，所以单位元素已经是0了嘛，所以这个0加0等于0。那1加3等于0，所以呢3是1的反元素。你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数学就很喜欢用这个这个 abbreviate 这个 notation 这样。那包括我们的量子里面有很多都是。那2加2等于0，因为0是单位元素，所以2加2等于0，有没有？那3加1的话怎么样？等于0。哇哦，所以0的反元素是0， 1的反元素是3， 2的反元素是2， 3的反元素是1，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做影像在做那个什么，做那个加密解密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idea。好，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 Z4 在加4的这个运算之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 abelian。我刚刚我没有去证明它的交换性好，那其实它是具有交换性，它是一个交换群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有没有看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再看下面这一个。如果我把它延伸到 n 的话呢？把它延伸到 n 的话你看 Zn， 因为这个符号你们都要知道有没有？好，因为这个我们在做那个加密解密的时候那个做密码学的时候，这些都用到。
Zn 乘上 Zn 有没有映射到 Zn 那等于是 P 加Q 的话就等于什么样 P 加 Q mod 看它移数是多少，这个同余有没有看到同余那这个符号你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假设说5加6那这一个这个假设这个是7好了，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11 mod 7，所以这答案等于4，移4能看出来所以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个简单的一些idea， 所以呢原则上我们看它的单位元素它的 identity， 因为这都是一些 common sense， 那它的 identity 是0，那它的 inverse 是什么呢 ？P 加上n 减 P 有没有那就会等于0，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什么？所以这个式子是什么呢？The inverse of P 那这个都是如果说你们去考研究所的话，这些常常都会被考，尤其资工背景的很多都会被考但是这个都是属于简单的东西所以很简单的东西那大学部同学都很熟可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呢都忘光了那 P 加上 N 的话这个没问题 QN P 它就有交换性，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出来这一个我们的 Zn 这个呢它怎么样呢？它是一个 abelian group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topics 这样好，那在最后的话，我再做一个帮各位做一个结论有没有？做一个总结有没有？那好，总结就要出现这个画面。所以第一个比较有用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一个group，那 group，那我来点回我的这个画面，咻咻咻，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个 operator 的代数系统有所谓的 semi group、monoid 跟 group， 但是你要记得什么叫 group， 就是具有封闭性、具有结合性、具有单位元素、具有缓元素，这个就叫做 group。那非常重要，这个不能够忘记不能忘记这样好这个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数系统这样那我们后面呢再继续延伸，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先把 field 给弄清楚。什么叫 field？ 因为后面在整个量子那边也会看到什么叫 field。那当然这个都是为各位布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基础那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好。